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观点与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另外，中经院国际经济所副所长江太晴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何荣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首先带着大家一同来关心的就是在 APEC， 我们看到了习川中美两强的元首会之后呢，达成了阶段性休兵的共识，但是中美竞争的格局还是不变哈。先前中美双方呢，我们看到打稀土啦、打管制啦，那这样的这些方式呢，打得火热那段期间。但没有想到，真正的所谓卡脖子啊，竟然是发生在安氏半导体这个事情上面。没有想到呢，因为安氏之乱，造成了全球的汽车供应链出现大乱。而安氏半导体呢，恢复出口的最新发展，是大陆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本着对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负责任态度，已经及时批准了中国出口商的相关出口许可申请，也就是呢，恢复出口安氏所生产的车用还有电控晶片。那么在中方发表声明之后，德国有一家汽车零组件的厂商也透露，他们已经获得许可啊，可以重新取得从中国大陆出口的安氏半导体晶片。好，那么德国总理梅尔茨呢，对于这次的安氏晶片恢复出口，也表示感觉上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晶片恢复供应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而荷兰这边呢，经济部长卡雷曼斯也表示说，荷方对中方宣布恢复这个安氏的晶片供应表示欢迎，另外也将会继续和中国大陆当局保持密切联系，针对此事呢，也会和欧盟执委会以及国际伙伴来密切协调。看得出来，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尤其是荷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哈。现在包括中方、包括荷方各退一步。那安氏的晶片的客户当然也是松了一大口气哈，因为暂时卸下了忧虑。但坦白说，这次打出的安氏管制牌确实有达到卡脖子的效果，让中方这个牢牢的抓住了主控权。所以左老师先带我们看因为我们讲说这次的安氏之乱就是卡这个车用晶片、电控晶片，没有想到竟然出了奇效。可是跟之前美方所寄出的管制，像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它的不同之处，您怎么看？刚才听这个何荣兄讲到这一题就让我以为是这个安史之乱呢，这个渔阳鼙鼓动地来。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启发，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生产能呢，的确可以造成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这个杠杆，但因为这个。安氏半导体它其实主要生产的是所谓基础晶片嘛，那这些基础晶片，当然你可能对于这些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可能会觉得说这已经是一个成熟制片，所以他不会把重心放在这里。大家在这些大的公司比较的是他们在尖端晶片上的制造能力，可是很多的产品使用晶片是需要使用这些基础晶片，对，而这个恰恰好就是中国大陆过去这10年努力发展。刚好在2015年的时候，大陆成立了所谓的国家大基金，开始大量的投入所谓半导体的生产。那当然很多这些也有不少是失败的这个案例可是毕竟在大量的资金长期的投入之下，它的确创造了非常可观的产能，而它的价格搭配上它的这个生产的速度效率，使它成为一个非常可靠的来源。那当然就会使得其他国家减少了这方面的投入。所以你不要只看到有些公司、有些大厂它生产最尖端的产品，那是因为有其他的公司生产基础性的成熟的那个产品，而使得这些先进的大厂它不用继续生产。所以像是艾斯摩尔的话，他们的光刻机用来生产高端的晶片可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制程的研发跟突破上面，可能用到这个高端晶片，但高端的设备是比较有时效。可是变成是刚刚老师提到基本的一般的车用晶片也好，电控晶片也好，对，如果一旦没有了就完了。对，而且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它通过这个出口管制，像这一次德国为什么能够可以？事实上，它是因为中国大陆商务部给它一个这个豁免。
所以因为它一旦通过管制之后，它就变成可以个案许可，那就变成可以成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所以那当然各国就不希望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太僵。现在第一个是德国，第二个听说这个Honda 本田在墨西哥的厂大概也可能拿到了。对。好，那这些当然都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错，像这个艾斯摩尔他们是第一个，它的制裁是集中在所谓尖端的这个产品的制造哦，它通过设备来卡它的制造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西方国家固然可以在这个生产设备上还掌握这个优势，可是你这个庞大的这些需要使用晶片的各种产业，它不是那些尖端的产品。它也不是通过你这些设备，它不是依赖你这些设备的，它依赖的是直接最终产品啊。那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的这些过去这10年累积下来的产能发挥了杠杆的效果。对，因为成熟晶片，就安士所做的这些车用也好啊，电控也好，其实一旦断供的话，真的会造成全球汽车的供应链大乱啊！因为这个很多立刻就减少自己的生产量，然后下修自己的这个出口的次数哈。出口的这个产量。好，那进一步来看呢，安士半导体啊，其实它原本是飞利浦所拆分出来的恩智浦半导体旗下的部门，在2017年呢才开始正式独立运作，然后呢，在2019年被中国大陆的文泰科技以36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是1115亿给收购。它主要是生产大量应用在消费性电子还有汽车电子系统的低价大宗的晶片，比如说像电晶体啦、二极晶体啦，好刚刚特别提到用在车用还有电控哈，像是什么车子用的刹车，还有呢这个引擎控制等等哈。另外呢，像工业用的、农业用的机械设备啊，也都使用这些低阶的晶片，但是因为它的产品数量非常的大，那因为价格又很低，所以呢，德国业界曾经称呼它说这种晶片叫做鸡饲料晶片，但没有想到这次呢，鸡饲料晶片把欧洲脖子给卡得死死的哈。可是江老师啊，大家都没想到这么出街的一个晶片，或者我们讲说成熟制程所生产出来的，可是一般民生或是特别是车子，它是需要用到的晶片，竟然能够被卡成这个样子哈。那这次对于汽车制造业来讲哈，大家也在评估说怎么会影响这么大？难道都没有先前想过任何的替代方案吗 ？OK， 其实归根究底，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大家说它是个鸡饲料的晶片。那其实这个安士半导体做的东西，其实在卖出去的时候，大概是从几毛到几十块美元而已，非常之低，但是量大，利润低啊。那他们做的东西基本上是所谓的被动元件跟功率元件居多。然后被动元件基本上大家听这个好像有点难理解哦，那它到底具体用在哪里？各位想象哈，它其实是用半导体的模式的一个类似保险丝的状态，的一个东西一个元件哦。那所以就变成说，我要通电的东西就会需要这样子的被动元件。那最近国巨不是也把那个日本的那个智谱电子给收购嘛？它也是做类似的东西。但目前来说哈，全欧洲或是全世界在做被动元件或做这种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半导体，最第一名其实是英飞凌，那第二名是安士，再来是意法，再来是日本的瑞萨，再来是德仪啊。那基本上就是这几间公司在做。然后由于安士半导体，它其实在化合物半导体它的市占率有14%，但这化合物半导体14% 里面，在车用又占了28% 左右哦，所以它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占比啊。而且从目前开始慢慢从传统的油车开始转换成电动车，那其实在这方面会需要用到半导体，跟用到智慧化设备的占比也越来越高。那其实，在这一次事件之前，虽然说是美中贸易战导致现在看出安士半导体出现这样子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回推到2019年，其实也遇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不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是因为疫情。那过去在车厂，它会采2+1的方式，就是2个供应商，1个备用商。那以前其实蛮惨的，就是 Toyota 他们很推叫做金石制造，就是不留库存，我需要的时候大概是4周左右。我就是可以再下单。对，那遇到疫情之后就断供，断供完之后，他们现在从4周上修到16周，
那其实目前来说至少每间车厂大概有超过4周以上的库存是可以去做一个 buffer 的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因为随时可能中美关系导致某一间公司出现供应链的问题的话，那是不是会变成反全球化？所以江老师，我想照您这样分析的话，是不是未来在特别是欧洲这边的汽车供应链的这个厂商、相关厂商，他们会去调整，包括刚刚提到的在库存方面，他们可能产业战略必须要转变呢？那目前来说的话啦，就是第一个，它真的利率太低了。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安氏半导体80%是来自中国，可是它的前面晶片是从德国跟英国提供的。对，那就是真的有点算是也是少到这样子美中贸易战的状况下。所以其实。这次我也看了一些分析啊，就是德国跟英国主要制造，但是送到了中国大陆，特别是在东莞这边来进行封装，就封装卡住了呢，其他就后面全部都断掉了哈。所以这次为什么安氏之乱啊，造成这个汽车厂商的非常的担心，而且特别提到说，一台汽车呢，大概至少40种晶片，可是比如说像刚刚江老师提到的电动车也好，未来的智能车也好，需求可能更会多达150种以上的晶片，是不容小觑。像宾士生产与供应链管理负责人啊，这位叫做博泽，他就指出，他说这次问题啊，跟以往所发生的晶片危机不同，并不是说产能不足哦，而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供应中断。企业虽然能够尝试分散供应商，但是没有办法100%的保证去风险化。他就说了这句话，重点。只缺2颗小晶片，我们也无法组装整辆车。换句话说，你会因为一个小螺丝坏了整部车哈，这会产生一个大问题的。所以现在安氏的商业模式也被大家作为这个全球企业的教案研究。尚志哥怎么看？以欧洲研发、中国制造，刚刚特别提到封装在东莞啊作为主轴，每年生产大约1000亿的这个晶片。然后现在呢，这个因为入股呢，所以变成是说文泰科技变成母公司啊。那这样的生产模式，我们都知道，中美竞争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它就一直会竞争下去。所以接下来像这样的模式还可能存在吗？安氏之所以现在被注重，主要是在于看似是一个原先是中国大陆诟病的公司，是都应该运作很好嘛，设计就在欧洲设计，特别在今年做出来的时候，封装还有封装很多的细节就在中国做，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哦，没有道理要出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安氏的这一次的诟病，他从2016年、17年谈，2020年最后并购成功。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中国大陆没有错，在2010年之后，无论国企跟民企，都让大家到处出海去诟病，就像吉利汽车收购 Volvo，等等都在这段期间。可是呢，后来因为2016年，就是安氏他们开谈的时候，因为开始已经美国川普第一任开始在打中国了，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大家都知道，从2019年开始到2021、22什么呢？把所有原先大量包括国企到美国上市的，包括腾讯，包括阿里巴巴，陆陆续续要求回来。你不要你的资金跟你的最后的控制的命脉都在别人的股市上。也就是说，在2019、20年那个时候，经历了中国把全世界中国的产业拉回来，不要诟病了，不要像先前积极诟病，而安氏是在这个 timing。2020年诟病成功，所以可是他当时诟病的模式就是好分工嘛。欧洲晶圆设计没有能力做封测，因为需要很多的人力，那配合在整个中国做封测，所以实际上他虽然是诟病，可是实际上还有2个公司。这边虽然叫做中国安氏，可是就是原先文泰的这个基础。为什么现在可以分开，大家各自卖各自的原因在此。好，我说现在为什么很值得重视，就是这次因为政治力介入了，明明这个是难得残存。中国还允许你往外诟病的，因为中国都知道这几年已经变成拉回来做内部的经济，内部的经济变成自己的实力，因为进口市场也可以叫欧盟理正下跪，对吧？对，出口的力量的话，也可以要不要采购你？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无论进口出口，已经变成它国际竞争国家的武器了哦。所以这次你既然荷兰可以搞这个事儿，你政治力就可以这么样野蛮的介入，这可不是安氏这家公司的问题。对于中国整体的这种进出口。全面的，不要说是支援自己的中资企业了，而且要知道这个很特别哦。这一次的部分是供应链，对，因为不是全部，就是供应链本身被分拆了，就像你像海胆哈，你切个角，对不起，海星，你这个角自顾还可以长出来，就是它自己中国安氏不会断掉，所以这样子大家能撑下去吗？
真的是撑到最后都变成2个公司吗？对，所以目前其实为什么看不出来绝对的解决之道？就作为不只是政治力的对抗，还包括中国在国家战略上，这个是一个全新 case。没错，未来怎么处理会奠定一个新规格。而且最后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长久以来资本诟病这件事情，全世界通则，被美国诟病，被德国诟病了，就是他的公司了嘛。那现在为什么诟病已经做那么多年，可按照头应该一统江湖，竟然可以全部都不算数？所以这样子的影响是在全球企业、跨国企业的诟病、经营跟政治介入，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害怕的。对，而且可以想见的就是，刚刚特别提到政治因素哈，在中美竞争格局不变的情况之下，这只是会继续的下去而已。那现在呢，这个安氏呢也变成了全球企业的一个个案研究哈，因为大家也才开始想的是，会不会以前我们常讲的全球化企业已死？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